们今天要玩一个游戏，叫做2选1挑战。我现在介绍一下游戏规则，就是我会说出2个选项，然后你们在这2个选项中选择一个选项，然后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然后我们开始吧。你第一个问题，你选择一辈子住在森林里没有手机，还是一辈子住在房间里只有手机？第一个还是第二个？一。为什么？就是毕竟还是过过一段没有手机的日子嘛，然后而且住在森林里面就是说不定我们可以交到一些非人类的朋友呢，是不是？咱们这个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吗？那你这天天在房间里面四四方方的，然后就有手机，那真是整个人都废了。等别人发现我的时候，我就是冰冷的一条在那里了。好，我的发言完了。因为我一直的梦想就是成为鲁滨逊啊，我想遇到我的星期五。没错，所以我很喜欢森林啊。你呢？在房间里待久了还是要出去走走的。那宁愿这样的话，还是在外边吧。哪怕没有手机。我也觉得，我也会选择在森林。第二个问题，你选择永远只有夏天，还是永远只有冬天？夏天。他们先让我想一下。为什么？因为我还有很多漂亮的小裙子要穿啊，而且夏天感觉冬天就是会没有粮食啊，然后夏天的话就感觉能活得更好啊。虽然体感来讲我还是更喜欢冬天，因为感觉如果在房间里有个篝火在前面，然后过冬的话也是很温暖幸福的。但是如果在比如说在那种非常干旱的夏天，就是很难受的那种夏天，跟在大兴安岭的冬天，2个都是极端环境啊。干旱，那我还是大兴安岭的冬天吧。冬天。因为我特别喜欢喝水。喝水。我感觉夏天我会咳嗽，很难受，很难受啊。但是我想问一下，它这种冬天、夏天，就是我必须待在室外吗？还是我待在室内，我开着空调都可以？永远只有没有空调，就直接在自然当中，然后没有对。能看见雪吗？要是能看见雪，我会选择冬天。冬天冷到什么程度？就是它是非常标准的冬天，就比如说你能想象到的所有跟冬天有关的东西。那我选择冬天和海南的夏天是吗？对，就是差不多是东北的冬天和海南的夏天。那我还是会选择海南的夏天。是吗？因为我是南方人嘛，可能。我也觉得，我感觉南方人的话可能就会更加接受习惯一点的那种。可能就是东北的冬天会有一点新鲜感。有。我也选夏天。你呢？夏天吧。夏天。说冬天很冷啊，夏天我不至于热死，但是冬天我会冻死。我就老想到，如果是冬天的话，我就想到那个玩游戏的时候，他那种中插小广告，一对母女在那里瑟瑟发抖，然后让你给他们家装修的那种小游戏。我想那不行，冬天还太难挨了。无尽冬日。对。这边插个广告，无尽冬日。穿衣服对，穿了厚厚的。好，吉林来了。第三个问题，你选择住在海边还是住在山里面？海边。为什么？因为我很喜欢大海。吴姐永远是海边。海边。因为鲁滨逊也是住在海边。我觉得我也会选择住在海边，因为海边我感觉可能是我们那边就从小没有海边。然后就比较向往。你们那儿也就是虽然说在浙江，但是你要到温州那些舟山那些地方才能可能会碰到海，但是就是我感觉我就有江，但是没有海。你呢？如果森林的限定是没有蚊虫以及什么麻烦的话，我可能会选择森林。山里面、森林里面。毕竟是小鹿嘛。小鹿。也是。小哲你呢？我山里，虽然海边感觉是非常的辽阔，一望无际，感觉的，但看久了可能会心里觉得有点空旷，是要去山里面，但是山里面反正空气也好。我要去山里当猴子。可以。可能我喜欢吃海鲜吧，我爱海鲜。我要去当妈了。好，下一个问题，你选择一辈子只吃米饭还是只吃面条？米饭。我觉得这个问题它就是很有倾向，对，就是南方人就可能就
就好像没有这个就是很直接，就你给我就会选择米饭。肯定是，我不吃米饭我会不舒服。对，但如果说我们这里有个北方人，肯定难说了。来个富香香的，可能需要馒头。对，还有那个大葱。对，甜大葱。下一个问题，你选择火锅还是烧烤？火锅。火锅1票，我火锅2票，火锅3票，火锅吧。全票。因为我感觉火锅它是其实可以选择口味的。对，烧烤只有一个味道，而且感觉上火。我感觉有点太油了，现在可能就是年纪大了，炸串啊、烧烤这一类吃多了，感觉有点哎，我上次在那个夜市看到那个橙子味的那个啊，你吃了吗？没吃，那种感觉那个姐姐家炸串是吧？对啊。哎呀，他家那个炸串味道太诡异了。我感觉他家炸不熟，就是软趴趴的。下一个问题，你选择永远不能吃辣，还是永远不能吃甜的？永远不能吃辣，不能吃辣，永远不能吃辣，这个肯定是。永远不能吃甜，对，不能吃甜，对。就是甜是不能放弃。对啊，就是甜你吃多了，你可能还会就是糖化，就肌肤状态什么样的。但是辣嘛，我本身这个人就非常重口，无辣不欢。然后甜的话稍微点缀一下可以，但是如果非要舍弃的话，那也是可以的。辣不能失去，辣不能失去，对，辣不能失去。要我舍弃一个，我是甜不能失去。我也是甜不能失去。我辣，他居然会选辣。哎，可能是因为我们俩都吃不了辣的缘故。对，我感觉我现在就是我说一定要舍弃一个，我可能会舍弃辣的。对我也是能舍弃辣。那就是说我们3个都是吃甜的，是舍弃不是选择。因为本身这个口味就是比较偏。因为我现在就是处于前一种状态，舍弃了辣。能吃点辣吧，但是没必要。所以我们3个是永远选择永远不能吃辣。江浙沪食府就是这样的。我真的很能吃甜。我也觉得，特别是就是面包啊，或者是蛋糕啊。我是那些炒菜，比如说我红烧排骨也要加糖，我炒猪肝我都要加糖。然后做什么东西我都要加糖，就是可能炒猪肝也要加糖。对啊，我自己炒我都会加糖的，那种甜的。就是有点猎奇啊，确实有点猎奇了。食谱微微受到这个。哎，番茄炒鸡蛋呢？甜不甜？甜，不能接受加糖，都可以。我不能接受加糖。你不能接受加糖？我一定要加糖。不能接受加糖啊！对，我绝对不能加糖。可是很多饭店里面都会加糖啊。所以我不吃啊。好吧。而且我一定要加醋，我特别喜欢酸甜。那糖醋排骨超好吃，也要加醋啊。对啊，我觉得番茄炒蛋加点盐差不多了。加一点，有些番茄炒蛋也有加醋，因为番茄它不是酸味吗？番茄炒蛋加糖真的很恶心啊。美味。我也觉得，我就觉得鲜一点的话就可能还好一点。而且像那个锅包肉就特别的恶心。锅包肉对，又甜又那个酸。哎，锅包肉到底什么肉？猪肉还是？猪肉，猪里脊，然后炸一下，然后再弄到那个糖醋里面。对，就是。如果它本来就是糖醋的，我能接受；但是如果是番茄炒蛋，我不能接受。哎，没话讲，讲不来。吃不到一块，要不到一个狐狸。好，下一个问题，你选择一辈子不能用手机，还是一辈子不能洗澡？一辈子不能用手机。我选择舍弃手机。对，就是舍弃手机。舍弃手机。对，舍弃手机。这个刚才不是前面舍弃手机？哎，那如果说，那你可以去海边洗澡啊，就是不是，你可以去海边游泳，但也不是换一个洗澡。但是一般抓漏洞。但是你去海边游泳，你就就是那种水吗？对啊，大家不是感觉就是有的人他们可能会游完之后要回酒店要好好洗一洗的。因为对我来说，我感觉洗澡这些是我的物质基础。哎，那如果说想象一下真的没有手机的话，你们要怎么就沟通交流？我要知道原始状态的小学生呗。对啊，其实小学的时候我们也没有手机。对啊，那会儿就。不过是远的朋友就联系不到了嘛。对，我觉得有可能是一个，就是我们长大之后，我们很多东西，就比如说接收信息啊什么，必须要用到手机。所以说，其实刚开始那个问题，就是说在森林里面没有手机，我觉得很多人是可以做到，但其实有时候要交流，必须要用手机。所以就如果在城市里没有手机，那就算了，那就对。
飞鸽传信，海东青是吗？就是那种比较贵的，可以哈利波特的那个画它，然后它就可以去给你送信。哎，但是送信好像是他们只认一条路，就是他们好像而且他们好像只会那个信鸽，它好像只会飞。就是他只会送到一个地方，就只能从家里面，他认识家，然后他到一个地方，他不会去说到你家，路线多少，但是他只知道一个地方，就是他只知道家，这是我家，然后他送出去，他到了那个地方，他也只知道那一个地方。那我搬家了，他不就不？对啊，他就不知道了。但其实对我来说，交流没有那么重要。如果选择的话，如果我能在森林里交流，没那么重要。就写信。也不一定啊，我感觉一个人就是。那你如果在森林里面什么人都没有，那你不会，就是没有跟人类接触的话，那我就变回原始人，那也挺好的其实。那我感觉我可能不太能，就是我感觉一直不交流的话，那我会非常闭塞，我很难。我也要交流，偶尔要交流。对啊。我也觉得，我觉得就是如果虽然说可能我是一个比较内向的，或者是不太喜欢就是很多人一起聚会，但是如果说让我在一个地方待很久，然后就是很宅，在完全不跟别人交流的话，我感觉我还是做不到。去森林里考教资，这棵树很棒，你来回答。对，教资。这棵树很棒，你来回答。那不疯了吗？那真是个疯子啊！是哦，那。下一个问题，你选择会飞但是速度很慢，还是跑得很快但不会飞？会飞，我想要飞。会飞，跑步有点累。我已经会跑了，但是我现在不会飞，所以我选择飞。我也选择飞。我也选择会飞。我好自由啊！对啊，而且我感觉。好了，猜一下我的 MBTI。首先肯定是 P。他 P 呀？不是吗？那就是。他一点都不了解我，一点都不了解。那就是先是 I， 然后 N 是什么 ？N 跟开个什么？现实和理想化。N 是理想。S 是现实。我觉得你应该是理想。然后还有是什么？还有什么选项 ？F 跟 T， 一个感性，一个理性。感性、理性和就是做计划和不做计划。我感觉你是我感觉还是比较感性的，然后还是做事什么事情都是有规律的。答案呼之欲出，所以是 INFJ。没错。好，然后我们下一个问题，你选择会读心术还是会隐身？隐身。这没法聊了，这一排4个爱人，那真是。但是我感觉我也会选择隐身，因为我很害怕，就是知道别人在想什么。我感觉我自己需要处理我自己的想法已经很那个了，我还要去听人家的想法，好累啊！我没有那么想要窥探他人的意思。对，但是我很想知道我前任的想法，很想知道前任的想法。我感觉就包括我在现实中，我有时候就是我如果想象一下，我现在能够看到走路的人，他们心里在想什么，我会感觉到很烦，就脑子很乱。那种感觉，对。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那个《神奇动物》里面，不是有一个主角，他就是有那个读心术嘛，然后他就会感到非常烦躁，因为他能听到很多人说话，而且就是别人跟他交流，他会觉得很冒犯。对啊。就是会觉得你是不是又在读我心？我感觉这样交流不太好啊。对，就是如果别人知道你会读心的话，这个我觉得对你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困扰。对呀。我有的时候脑子里面在胡思乱想，然后想说不行，我不要想了，万一我身边哪个人他拥有读心术，他知道我也有这样想过，我也有想过这样，好害怕。对啊。然后我感觉，你说，就是我感觉我们都是相对比较敏感的人，其实也具备读心术这个小天赋，我感觉不需要吧。对，我感觉读心术可能它就是很敏感的人这种天生有的一种特质，虽然说可能
只是在我们自己脑子里面想的，就是可能但是好像确实，如果敏感的人他能够察觉到的东西更多的话，也可能可以说是一种读心术。隐身多了会失去自己的情感吧，要么就是极端内耗，想他怎么心里面就是会这样想，然后就不断陷入内耗，然后要么就是说我再也不要管你们怎么想了，全部都杀了，我就是这种两种。但是考试的时候就很爽呀，然后旁边坐个学霸。那你万一别人蠢货呢？做的对呀，万一别人是蠢货。那我能不能通过这个试卷看到那个出题老师的想法？出题老师不一定是你的监考老师。对，而且读心术应该是你要看到他。对，你要面对面。但是隐身术的话隐身术它有什么好处呢？就是可以别人躲到一个别人看不到的地方，就很爽。隐身术，别找到我。我想要找地洞钻起来，然后就可以直接实现，甚至不用自己辛苦去挖地洞就可以。我感觉我小时候就比如说在课堂上回答问题的时候，我也很害怕。我那个时候我就想要有隐身术，然后那也太明显了。就是那种就是那种上课开始的时候，我是就是看得到的，然后等到上课刚开始的时候，然后我就慢慢隐身，然后上课老师回答问题就也看不到我，然后到下课了之后，然后我再出现，然后表示一下我是节课上课，然后那如果是一直都不能被看见呢？什么？就是你可以选择，就如果不能选择的话，不能选择，就是说，那怎么还叫魔术？那就是戴一个眼镜证明你还在，跟那个动画片一样。那我觉得，那就不算。对啊，那这种你算隐身吗？那这种你戴个墨镜就能表示你存在，那你如果要完全隐身，那岂不是得一点不穿？可是我觉得，如果就是一直都看不到的话，那这种不是一种能力啊，它是一种束缚。就是说，别人完全看你是失去了一种东西，而不是你拥有的这种能力。刚刚你说问题就隐身术，我们需要把衣服脱光吗？还是说就是我们有个毯子隐身，那个毯子跟那哈利波特一样，就是还是你能选择你身上的粘在你身上的东西能包含在内，或者这种。因为衣服它其实不是你自己。对本身它就是有个隐身毯，跟那个哈利波特一样。对，就是有个毯，然后可以盖在你身上，像哈利波特一样，可以盖在身上。然后毯子以下的所有东西，不管是你自己的还是衣服啊什么的，都可以隐身。我觉得这样会好一点。不然的话就很奇怪了，这样就只有一套衣服，一套衣服在走，一套衣服在走路。下一个问题，你选择头发永远是湿的，还是袜子永远是湿的？都不想选择。头发永远是湿的吧？那我就不穿袜子吧。不行，不许穿。No， 不用。那人家那种做造型，他还专门追求湿发呢。那是永远啊。永远。那袜子永远是湿的，真的很难受。小时候，如果头发是湿的话，睡觉也很难受啊。你睡觉还不脱袜子？它的湿的限定是就一点点湿，还是就是全湿完整的湿，湿到能滴水的那种？我觉得是那种你半干的头发，然后半湿的，就是像你，比如说你突然不小心你的脚伸到海里面，然后你再很不小心，很不小心。就是小学反正就是上学的时候，去学校，然后早上下大雨那种，鞋子湿的袜子湿的感觉真的很难受，我可能不太能接受。我一个都不能接受，很难受。头发湿了我也感觉。那非要选一个的话，如果就是他一直保持在这个状态不会改变，然后或者说这样子好了，在5个小时里面你选择因为其实有时候头发湿的话一直湿，你睡觉的时候如果头发湿，然后袜子你可以脱嘛。但是如果我限定一个条件，比如说在5个小时之内，你是选择头发全湿还是袜子全湿？5个小时。5个小时，那我还是头发。头发全湿。头发，因为我怕我的袜子臭，很冷啊，袜子湿，头发感觉好歹头皮是还能烘点儿，也是，烘着点儿。而且，但是我感觉，这是什么蜻蜓茉莉？我感觉我也会选择头发湿，因为，
袜子湿的感觉很难受，太难受了。有点像那种黏黏的，然后不喜欢。好，然后下一个问题，你选择没有 WiFi 还是没有空调？没有 WiFi。没有 WiFi 一票。有流量的话，没有 WiFi，没有 WiFi 一票，没有 WiFi 一票。但是我可以选择没有空调。如果在云南，我可以选择没有空调。如果在云南，我可以选择。在云南可以选择没有空调，但是在浙江的话就很复杂了。但是如果有流量的话，其实无所谓。不能没有流量，就不能上网，也还有点贪。不能上网，没有流量，不能上网。我会选择没有空调，因为我其实，而且我发现我从云南回到浙江，我水土不服，就是我会感觉到，就是开了空调之后，感觉到身上会很干，然后会很难受，会需要加湿器。对，要有加湿器，不然的话，就是在空调房里我就感觉很难受。夏天特别热的那种，夏天我接受不了没有空调在浙江，真的接受不了，太热，而且是在室外。而且它是那种很闷的那种，对，感觉呼吸不上来，地面上面有气，就是在压你，在轰着你的，对，在轰着你的感觉很难受。天啊，看在什么地方吧。对，看地方，我也觉得在挑地方。但是总的来说，我感觉没有无线网对我来说，问题不大。然后好，我们下一个问题，最后一个问题，你选择没有手机1年，还是没有朋友1年？1年。所以哇塞，我选择我有1年。没有手机1年1票。不是，我是他说是没有朋友。那好，没有朋友1票。呢？看在什么限定条件吧，也如果说是那种其实手机可以，我根本不需要人联系到我的，那其实就是如果说限定在那种不需要别人联系到我，然后我也不必要用手机，但是我有其他的娱乐设备的话，我可能会选择没有手机。但是如果说偶尔手机还是需要的，或者怎么样了，那还是没有朋友。那如果是没有朋友，是只是不和朋友见面，但是你可以通过手机聊天，还是说就是纯消失了这个人？就是都给你掰的。对，就是没有朋友，就是字面意义上没有朋友。那就没有手机的话，我还有其他的娱乐是什么？还是说，或者是我有什么可以接收外界信息的渠道？就是我还是需要和外界接收信息，知道外面发生了什么事情嘛，所以这个可能手机也是我的一个接收的渠道来源。那我是完全失去了这些渠道来源吗？还是只是说我只是失去了手机这一小个媒介？对，其实这样子说起来的话，其实手机好像完全没有完全，对，它好像就是很多方面，包括生活很多方面都无法离开。而且你说朋友其实有一部分也是包括在这个手机里的，因为你手机上面你可以跟朋友联系，然后手机上面你也可以就是知道很多信息，这个也算是一种娱乐吧，也就是但是朋友的话。虽然说你也可以从朋友那里知道很多信息，但是我是感觉朋友的话，它可能包含在你就是跟手机相关的所有这些活动里，所以我会感觉到可能没有朋友比没有手机更好接受一点，我也觉得。好啦，那今天这个小挑战就先到这里。我们如果有机会再做这个下午茶视频的话，我们就再做。下期再见，下期再见，拜拜。看看有没有别没录进去，好像是录进去。